Hello， 各位好，我是 Revision Lab 修正所的阿修，歡迎來到我的頻道。今天我們要聊一個非常迷人的主題，那就是說故事這門藝術。在這個注意力極度破碎的時代，單純陳述事實其實已經無法打動人了。唯有說出一個好故事，才是創作者、行銷人員或是企業領導者手中最強大的槓桿。不管你身處什麼行業，你一定都曾被一個好故事深深打動過，對吧？但是，一個直擊人心、充滿邏輯與情感張力的故事，到底是怎麼誕生出來的呢？哈佛大學最近聚集了一群頂尖的文學教授、小說家和劇作家，進行了一場深度的探討。這些大師們把創作的過程形容的就像是中世紀的煉金術一樣，充滿了混亂、試錯，以及將粗糙想法提煉成純金的奇妙變化。今天就讓我用分析師的角度，帶你深入這場哈佛大師課，一步步拆解這套將原始靈感轉化為商業與情感價值的系統化流程。我們今天的內容會整理成6個清晰的階段。第一是核心起點，第二是角色與情節的對決，第三是擁抱失敗的草稿，第四是靈魂與創作共鳴，第五是謀殺你的摯愛，最後第6點我們會談談專業作家的紀律。內容非常扎實，我們直接開始。第一階段，核心起點，故事的靈感真的不是憑空出現的哦。很多人可能會以為一個精彩的故事是從某個突如其來的神級反轉，或者是極度曲折的情節開始的，但這些哈佛的文學大師們告訴我們，完全不是這麼回事。故事的起點通常只是一個極度純粹的想法，或是一個帶着強烈急迫感在腦海中瞬間綻放的角色。這種靈感被點燃的瞬間，被知名作家形容為文學上的核融合。也就是說，單一的想法其實很難獨自成為好故事，它必須要跟你真實的生活經歷，或是你曾經吸收過的其他資訊發生劇烈碰撞。就像2種不同的化學物質接觸後產生反應一樣，這種碰撞會讓原本平淡無奇的點子瞬間爆炸，產生出巨大的引力。我們把這個概念拉到實務行銷上，其實也是完全一樣的道理。當行銷人員將消費者最痛的真實痛點與品牌生硬的產品數據碰撞在一起時，那個極具急迫感的文案靈感就會瞬間爆發，逼着你不得不立刻動筆把它記錄下來。不過，在這種核融合真正發生之前，其實還有一個極度關鍵的隱藏階段，專業術語稱之為潛意識孵化。這是一個非常漫長的心理醞釀期。在這個階段裡，你可能覺得自己什麼產出都沒有，但你的大腦其實正在秘密的瘋狂運作，它會把那些朦朧的概念逐漸凝結成具有重量的實體。這感覺就很像是一個爵士樂手在即興演奏時，不斷在琴鍵上摸索尋找最對位的和聲，又或者像是一名建築師在畫設計圖之前，必須先在腦海中找到那條能夠穩住整棟建築的精準底線。身為專業的工作者，我們必須深刻明白一件事：草率跳過這個潛意識孵化期，往往是許多專案最終失敗的最大主因。因為如果底層基礎沒有打穩，當你的作品面臨市場邏輯的殘酷壓力測試時，整個結構就會瞬間崩塌。接下來進入第2階段，角色與情節的對決。接下來這點超級重要。當故事開始慢慢成型後，創作者馬上就會面臨一個千古難題，那就是到底該讓角色來帶領故事，還是讓情節來推動角色？讓我們從底層邏輯來好好拆解這個衝突。如果是遵循古典戲劇大師亞里士多德的理論，故事是絕對的行動導向。在這種架構下，角色所做的每一件事都必須嚴格服務於推動情節的發展。然而，在現代說故事的觀念中，我們其實更傾向於角色導向。大師們認為，角色絕對不該是被設定好路徑的機器人，角色擁有自己的本性。舉個商業上的實務例子，當一個品牌推出一個原本形象很親民的吉祥物，卻為了推銷某個極度昂貴的產品，強迫這個吉祥物講出非常勢利的台詞，消費者會立刻察覺到這種不誠實，進而產生強烈的反感。一個活生生的角色會在發展過程中自然走出他們自己的路，這才是現代敘事最迷人的地方。那麼，如果創作者無視角色的合理性，硬要塞入花俏的情節，到底會發生什麼事呢？哈佛教授們提出了一個非常有趣的現象，我們可以稱之為飛向火星症候群。很多新手在寫作遇到瓶頸時，就會突然加入一個極度荒謬的轉折。例如，故事發展到一半，主角突然搭上太空船飛去火星了。學生往往無法解釋原因，
只是覺得自己可以這樣寫。這其實反映了一種心理防禦機制，因為弄清楚角色下一步該怎麼走，是一件極度耗費心神的困難工作。創作者強加一個荒謬的情節，本質上就是想要逃避面對邏輯推演的痛苦。在商業提案中，我們也常常看到這種現象。當企劃人員的邏輯無法連貫時，他們就會突然拋出一個毫不相干的名人代言，或是破盤大降價，試圖用這種飛向火星的浮誇手段來掩飾核心策略的薄弱。這絕對是我們專業工作者必須避開的陷阱。第3階段，擁抱失敗的草稿。我們必須直面創作的極限。既然創作的過程這麼痛苦，創作者到底該用什麼心態來面對呢？這就來到了一個充滿混亂的融合階段。創作者必須大膽、毫無保留地闡述那些極度粗糙的文字。其實，很多入圍國家圖書獎的頂尖作家都非常熱愛失敗的初稿。有位作家堅持純手工在筆記本上寫作，而且寫完初稿後，他永遠不會回頭讀這份草稿。對他來說，早期的失敗根本不是挫折，而是一種純粹的探索，就像小孩子蓋樂高積木一樣，蓋不好就開心地推倒重來。從心理學的角度來分析，完美主義其實是一種對抗脆弱的心理防禦機制。完美主義會讓你的創作引擎直接熄火，因為大腦試圖同時進行創造與編輯這兩項工作，這會動用到互相衝突的神經回路。唯有容許自己寫出垃圾，你的大腦才能真正釋放創造力。我們進一步來拆解這個草稿練成陣的3大步驟。第一步是改變狀態的起草。在這個階段，你必須徹底切斷自己的理智與批判性思考，進入一種忘我的狂熱狀態，讓最原始的故事能量自然流淌出來，就算寫得很糟也沒關係。第二步是讓時間成為老師。當你在狂熱中完成產出後，請務必停下來，把自己抽離一段時間。為什麼大腦需要時間？因為大腦必須忘記當初寫下這些文字時的強烈情緒依附，唯有拉開認知距離，大腦才能重新將這些文字視為客觀的結構體，這能有效重置我們的認知偏誤。這就帶到了第3步，冷靜檢視。當你隔一段時間再回來看，原本狂熱的濾鏡褪去了，你才會真正看見作品真實的弱點與漏洞，進而做出最精準的修正。第4階段，靈魂與創作共鳴。重點來了，我們剛剛討論了很多情節與角色，但一個故事最深層的動力其實是來自創作者的靈魂。哈佛的學者提出了一個非常震撼的觀點：只要你認真投入，你筆下的每一個角色，最終都會是你真實自我的臨近全息投影。我們從邏輯上來拆解臨近全息投影這個概念，就像一道白光射入3稜鏡後會折射出5顏6色的光譜一樣，創作者單一的心理狀態也會在創作過程中分裂，折射成各種擁有不同性格的角色。這是無法避免的潛意識投射。舉例來說，有一位作家從小在偏鄉長大，他傾盡全力想要逃離那個充滿創傷的地方，但當他真的離開後，他卻不由自主地在小說中不斷寫回故鄉，試圖為自己創造一段替代的歷史。創作者靈魂深處的疑問與執念，永遠是賦予作品厚度最關鍵的來源。那麼，如果創作者寫的是一個自己根本沒經歷過的歷史時代，要怎麼把靈魂投射進去呢？這時候就需要用到軀體共情這項高級技巧。創作者必須調動自己真實的感官記憶來錨定虛構的場景。比如說，一位作家正在寫19、60年代的公社生活，他雖然沒在那裡住過，但他清楚知道在寒冷的早晨，雙手捧着溫熱粗陶碗的觸感。他也曾真實體驗過獨自在森林中驚恐奔跑時的喘息聲。透過將這些極度真實的物理感官移植到歷史角色身上，時空就能瞬間獲得無可辯駁的真實感。請大家記住一個權威的鐵律：如果創作者自己都感受不到角色轉動門把時的溫度，那麼你的觀眾也絕對感受不到任何情感共鳴。所有的抽象概念都必須狠狠地扎根於真實的感官現實之中。第5階段，磨殺你的摯愛，這是一個極度殘酷的修剪階段。我們繼續聊下去。當創作者成功產出龐大的草稿後，接下來就要進入業界稱為磨殺你的摯愛的殘酷修剪期。在這個階段，創作者必須暫時變成一個毫無感情的反社會人格。這需要你切換2種完全不同的閱讀心態。
首先，第一階段是蜜月期閱讀，這時候的創作者必須放下防備，帶着天真且開放的態度，單純去感受文字中是否散發出生命力。然而，進入第二階段7年之癢閱讀時，創作者必須變得無比冷酷、挑剔、嚴厲審查每一個段落的結構。這套雙重心態模型其實完全可以應用在任何專業領域，像是商業提案、程式碼撰寫或是產品設計。第一階段的目標是產生龐大的數量與創意生命力，而第二階段則是為了終端用戶進行無情的邏輯最佳化。如果某個功能或段落無法服務於核心目標，就算你再喜歡，也必須毫無留情地把它刪除。知名文學評論家分享了一個非常實用的技巧，那就是大聲把你的作品讀出來。這就像是啟動了一個超級精準的廢話探測器。當創作者試着對着空氣朗讀時，你會突然發現，某些原本自以為寫得很巧妙的句子，念出來竟然無比尷尬做作。大聲朗讀強迫創作者將自我一分為二，一個是感性的創造者，另一個則是準備隨時下手謀殺摯愛的冷酷法官。為了整個專案的最大利益，犧牲掉某些過度修飾的段落，絕對是我們邁向專業化的必經之路。第6階段，專業作家的紀律。最後總結今天的3大重點，到底是什麼區分了業餘愛好者與職業級的說故事大師？答案是一套能讓創作永續運轉的紀律。專業作家會為自己安排4項不可妥協的原則：第一，安排每週固定的專屬創作時段；第二，每天都必須與作品保持接觸，就算只是在走路時梳理邏輯也算推進；第三，當逃避或拖延的衝動襲來時，專業人士會直面那種不適感。最後一點最關鍵，專業人士會嚴格專注於動詞，也就是執行的過程，而不是把它當成一個名詞，過度執着於最終產出的偉大產品。為什麼專注於名詞會引發焦慮？因為產品最終是否能爆紅，是否能暢銷，這個結果是完全不受你控制的。但寫作、研究這些動詞的執行過程卻100%掌握在你手中。專注於你能控制的輸入端，優秀的輸出結果自然會水到渠成。聽了這麼多哈佛大師的系統化分析，最後要給大家一個極度關鍵的數字，那就是0。這個0代表什麼呢？代表在說故事與創作的世界裡，其實存在着0條放諸四海皆準的絕對規則。歷史上的文學巨擘們常常毫不留情地打破所有的陳規，卻依然締造了流傳百世的偉大作品。所以，真正唯一的規則只存在於你當下正在挖掘、正在建構的那個特定專案邏輯之中。身為專業的工作者，千萬不要被任何僵化的條條框框給綁死，帶着強大的邏輯與勇氣一頭栽進去，你的作品自然會告訴你它最完美的形狀。總結一下今天的重點，說故事是一場需要高度紀律的煉金術。你必須擁抱混亂的初稿，投入真實的感官記憶，並冷酷地修剪多餘內容，專注於可控的創作過程，勇敢與作品對話，你就能將粗糙靈感淬煉成純金價值。今天的內容就到這邊，如果你覺得這集有幫助，記得馬上點讚、加訂閱、加開啟小鈴鐺，我們正在衝訂閱，需要你的支持。我是阿修，我們下次見，拜拜。